出港的窗口一到，等候的船只们纷纷起锚，排队驶出码头，踏上了前往南极的旅程。虽说这些科考船都是去往南极，但大家的路线却不太一样。大部分科考船去的都是南极半岛和南设得兰群岛，很少有船只去往气候更加严苛的南极大陆。所以船只出港之后，刚行驶出几十海里，所有船只的方向都发生了变化，轨迹也四散开来。伊利亚特科考船的第一站就是去往南极大陆。在抵达南极大陆之后，他们会把那个科考站的工作人员接回来，然后再去往群岛上的其他科考站，最终将所有工作人员都撤回乌斯怀亚港。到那时，工作人员乘飞机返回北欧，科考船则需要耗费将近1个月的时间返回母港。航行第2天，科考船进入德雷克海峡。大名鼎鼎的魔鬼西风带并非浪得虚名，这里的风力一般都在8到10级，海浪至少5米高，船行驶在这片海峡，就像是狂风中的一叶扁舟，显得格外渺小。由于气候恶劣，再加上科考船本身行驶速度就不快，所以一直到第3天，科考船还没有驶出德雷克海峡，而外面的风浪也变得越来越大。当叶晨与云如歌、宋如玉一起心无旁骛地修炼大日如来手印时，林婉儿在房间里用娇柔的身体对抗着船只的剧烈起伏和摇晃，同时她一双漆黑的眼眸紧盯着窗外，深邃到发黑的海水以及高过船舱的海浪，紧张地握紧双拳。林婉儿300余年的生命中，还从未来过南极，她内心对南极大陆有着无限的期待，但也丝毫不敢忘却对大自然的敬畏。眼看那海洋甚至比船还要高，巨大的力道拍打在舷窗上，整艘船都为之颤动，内心也不免有些紧张。叶晨感受到船身的剧烈起伏，睁开眼的第一时间，视线便开始寻找起林婉儿。看到林婉儿双手抓着固定在地板上的小桌，身体堪堪应对着惊涛骇浪，立刻走上前抓住她的手，问她：林小姐感觉如何？有没有晕船？林婉儿没想到叶晨竟然从入定中醒来，有几分羞涩地说：承蒙公子关爱，奴家并未晕船，只是有点紧张。虽说奴家各种越洋的船也没少坐，但这么大风浪还真是没有见过。林婉儿近现代穿梭于欧美与日本、东南亚，自然少不了坐船跨越大洋，但她航行过的几乎所有的海面气候都没有魔鬼西风带这么极端。别说那个年代的帆船或者蒸汽铁船，即便是现代船只，绝大多数也都不符合穿行魔鬼西风带的要求。只有能抵抗10级以上风浪，拿到极地船舶证书的特殊船只，才会被允许通过这里，而且还必须要遵循管理。只有在海事部门认定合适的时机才能穿越，否则也有倾覆的风险。叶晨通过他的脉门，向他经脉之中渡入几分灵气，说：灵气可以帮助你提升肢体的力量，这样也好应对风浪。等过了德雷克海峡，靠近南极大陆就风平浪静了。林婉儿感觉到体内一下有了强大的力量感，身体平衡能力以及对抗风浪的核心力量都增强不少，瞬间也没之前那么难受，心怀感激地点了点头，柔声说：公子赶紧入定修炼吧，不用操心奴家。叶晨微笑道：这种地方难得来一次，干脆陪你看看风景吧。林婉儿眼底闪过一抹欣喜，羞怯地轻轻点了点头。此时的德雷克海峡，狂风裹挟起有些发黑的深蓝色巨浪，整个海面如同沸腾的开水一般剧烈的起伏不定，也实在谈不上是什么风景。但叶晨却是望着这片狂暴的海面失神。此番前往南极，他已经做好熬过整个南极冬季的准备。不知道未来的大半年时间里，神秘的南极大陆究竟有什么样的际遇在等着自己。与常规的1年4季不同，与南极打交道的人只会把南极的季节划分为冬夏2季。夏天是11月到3月，冬季是4月到10月。冬季相对更漫长，足足有7个月的时间。未来的7个月，
南极大陆不会再有任何游客，所有商业船只都将彻底停航。眼下还有少量科考船往返南极，等到了4月下旬，往返南极大陆的航线会彻底停航，就连科考船都无法应对那时候的极端气温。也就是说，到那个时候，南极大陆上的人想走都走不了，只能等到10月份才会恢复通航，一晃就是大半年的时间。叶晨心中不免担忧，如果这段时间亲人、朋友遇到麻烦，自己在南极鞭长莫及，恐难相助。至于老婆萧初然，就更无力去寻找，只能祈祷她一切安好。林婉儿见叶晨神情恍惚，便关心地问他，公子是不是不太放心家里的事情？叶晨坦然地点了点头，说，亲人、朋友以及部众都不具备在破亲会面前自保的能力，只希望我们在南极的这段时间，破亲会不要有什么动作和进展。林婉儿宽慰道，现在唯一在明面上的，只有公子的外公外婆一家，不过奴家相信，吴飞燕应该有所忌惮，想来不会贸然动手。叶晨轻轻点头，感叹道，但愿如此。言罢，他又想起叶家，便借助船上的卫星网络，给爷爷发去一条微信，嘱咐他，爷爷，我近日有事无法脱身，今年清明祭祖的事情便不能返回叶灵山参加了，一切有劳爷爷操劳，还请一切从简，低调行事。叶中全回消息问他，晨儿你去哪里了？清明也抽不出时间回来吗？叶晨回复道，去哪里爷爷就不用过问了，我办完事会第一时间返回华夏。叶中全便道，那好，那祭祖之事便由我来安排，你放心，今年只有叶家直系成员可以参加，所有分支成员一概不得来京。叶晨放下心来，回复他，那就辛苦爷爷了。信息发完，他看到爷爷回复一句都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不过他没有再回复，而是将手机放到了一边，正要跟林婉儿闲聊几句，手机忽然又收到一条微信。他打开一看，发来微信的不是爷爷叶中全，而是李亚林。他点击播放李亚林发来的这条语音，便听李亚林声音紧张地说，叶先生，我们的地网系统刚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捕捉到了破亲会3大长老的面部特征，